最开始其实研究这个性这个领域，也是就是像周老师说的，就是从出轨开始研究的对，它可能下7、8个蛋，哎，它开始孵了，然后呢，你孵出来一看，哎，这个蛋各有各的爸。比如是男的人类更容易出轨，还是男鸟比较容易出轨，还是男兽比较容易出轨？就是他不由自主的会用人类的道德判断去判断动物。有一种丙眼蝇，它那个眼睛就特别宽，可能是因为它的雌性非常喜欢你这种雌性，还是喜欢长得像ET 的俩眼儿。进化论它可以用于动物研究，但是你不能把它挪移到人类社会的规则里边。即使我什么都不会，我依然也有权利好好的活着。我觉得这才是人类的文明的可爱之处。张老师、毕老师，我今天给你们介绍一位奇女子王大可，跑去英国牛津大学学了动物学系。动物学系呢，它研究什么呢？它观察了100多种动物的求爱和求偶的这个方式，然后写了本书叫做《它们的性》。然后呢，翻这书我就是叫一个大开眼界、三观尽毁。就比如说，他说我们以为啊，就是像鸟类里面，像天鹅呀。就是鸳鸯呀，都是特别从一而终的，就是被我们讴歌他们的这个忠贞，对吧？然后他们这科学家特别坏，他们去拿这个天鹅的蛋做亲子鉴定，就发现呢，这一窝里头大多数都不是亲爸爸生的，完了这亲爸爸还给蒙在鼓里，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还跟着照顾和喂养那些小天鹅。大可是义军传给我的你这本书的介绍，我一看介绍就觉得眼界大开。然后我一看这个作者名叫大可，是牛津大学的研究动物的博士，我脑子里直接就想象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中老年男科学家，结果没想到我一见面是这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对，我得承认，作为一个资深的女性节目主持人，我下意识的还是有一些性别歧视。为什么一看这种特别又有点边缘又特别严肃的科学研究，就觉得肯定得是一个中年男的？你以为像达尔文那种感觉？对，就是但是太好玩了，你研究的这些项目。就我最开始其实研究这个性这个领域，也是就是像周老师说的，就是从出轨开始研究的对，因为就是其实我在对这事儿感兴趣。你受什么刺激了？那么点小孩就从小的时候就对那种非常忠贞的一夫一妻制的爱情有这种向往。就你所有的文学作品里，其实对于鸟类都有这样的一个渲染。然后我就去跟老师说，我要写这个鸟类忠贞的一夫一妻制的行为。那个老师就呵，你确定？然后就说你去先研究一下，再来找我。然后后来我就一搜一夫一妻，然后出现的文章基本上都是一夫一妻出轨行为。您搜的是人类的一夫一妻出轨行为，还是鸟类的一夫一妻出轨？哎呀，这个就是其实动物世界里面有普遍的出轨行为，就是一夫一妻都要出轨。也有的它出轨行为比较少，或者说它只是没有被人类证实。鹰到底是不是最忠贞的一夫一妻？就我觉得最忠贞这个事情，基本上在鸟类里面是不太存在的，就可能在有一些这个有一些田鼠里面，它是存在那种田鼠了，我不想知道，我只感谢你。你对动物有种族歧视，因为我就是我觉得鹰非常的高贵。就是它高贵，就是因为它忠贞爱情。我一直是这么认同这种鸟的，你知道吧？然后呢，比如有人要问我，因为我特别晚婚嘛，有人问我是怎么着哈，我说那我得认真找，因为我是鹰。其实鹰不是那样。结果现在我发现了，我人设变了，我的三观尽毁，这本书不能看。他也说看完了他的书三观尽毁。就是说呀，对。比如是男的人类更容易出轨，还是男鸟比较容易出轨，还是男兽比较容易出轨？比如男的草兽还是男的肉兽比较容易出轨？他肯定有这样的联想。量化是很难量化的，你尤其是跨物种之间怎么比较？但是如果说在鸟类里面就这种一夫一妻制的鸟，然后我们去研究它，可能就80%到90%的物种里面都已经被人类证实，比人类多。对，你再去看它一窝的蛋，就是它每天下个蛋，然后下了一窝开始。它每天下个蛋，真的？就有的鸟是这个样子的是吗？对，然后它可能下7、8个蛋，哎，它开始孵了，然后呢，你孵出来一看，哎，这个蛋各有各的爸，然后对，您是说颜色大小
什么都不一样，花纹都不一样了。这个东西主要是由母亲决定的，但是你最后那个生出来，如果你给它做这个基因的亲子鉴定，然后就发现，哎，可能7个蛋，哎，有4个蛋是这个爸爸的，还有3个蛋，各有一个爸。然后呢，就是这种情况，就是最开始是怎么被发现的？就是之前没有这个亲子鉴定的一个技术，然后人们通过观察，哎，你这个鸟老是出双入对，好像终其一生都是这一对，然后就觉得，哎呀，我们要讴歌这个鸟类是多么的忠贞。然后后来就是在有一个地区，它因为那个红翅黑鹂它会吃这个庄稼，然后就很生气，说我要把它全部都给绝育了。然后他们果然就把这个公的这个鸟给绝育了。然后呢，这个鸟的话这一片区域的雄性全部都是绝育了。结果到了春天之后，人去给它绝育的。人类可以把一种鸟给绝育了啊？可以的，就是地区就区域性的吧，区域性的。对，这个就不想让他们吃庄稼。那猫和狗都能绝育，为什么鸟不能绝育呢？人类不是什么都能干吗？鸟它飞呀，你怎么？也是哈，就我们难度相当大呀。是怎么绝育的？它这个绝育就是应该是，比如说撒某一些绝育的一个药来的，然后就之前我在那个加勒帕戈斯群岛那边，就是达尔文当年写过这个《物种起源》，乘坐小猎犬号去过的那个岛，对，所以被大家认为很神圣这个地方。哎，对，但是呢，就是那个地方的动物，因为它躺平躺太久了，然后一旦和我们这个外来世界的什么老鼠啊，你竞争不过，就什么鸟啊，爬行类动物可能就被吃掉了。然后呢，他就说不行，那我要把这个地区的所有的什么老鼠啊、猫啊，全部都给绝育或者给毒死。然后他们当时就把外来物种都给毒死。对，就为了保护当地的原始的物种。对的。然后当时他们就是比如说把这个岛上的原生物种，哎，我给它运走以后，在整个岛上下毒。天哪！然后毒完了之后，他再把这个原生的物种再放回去。就我越听越觉得人类是闲的哈。你说你也是动物中的一种，你过你的，人家过人家的，没事儿你研究人家，这就已经够多事儿的了。就是研究完了之后吧，还要给人家绝育，然后还要给人家下毒。你说这，我作为一个动物保护志愿者，我真是听着这种下毒这种事儿不舒服。对，张老师对你的工作提出了质疑，就是你们为什么要研究动物？我们人就是老觉得就是人性当中不好的部分，我们管它叫动物性；对，好的部分都说人类闪光，对，就是人性之闪光。那其实，在你们看来，你们研究动物是为了寻求理解这个人的动物性吗？就是你们其实经常都在研究什么呢？很多的动物研究，其实它是比如说这个生物医药啊、生物器械啊，一种为人类寻找一个新的治疗方式。然后其实像我这一个方面的一个研究的话，它真的就是从达尔文一脉下来，说达尔文这个研究有什么用呢？它没有什么实际的用处，但是呢，它好像给人类带来了很多说人类从何而来，人类又到哪里去，人类的这一个演化的一个过程是为什么？它解释了这个世界。虽然这个解释也遭到后来也不断的有人也去挑战这个解释，那你呢？那你的研究呢？你都看见什么了？当时我去研究这个性行为是因为就是首先我是对演化生物学这个很感兴趣。为什么这个世界是这样发展的？然后当时演化生物学提供了一个非常大一统一致的一个理论。你能先给我们解释一下什么叫演化生物学吗？演化生物学就是指的这个生物在不停的变化，其实它就是不停的在变化。然后以前我们把演化解释为进化，就说越变越好，越变越高级。哎，对，低级变成了高级。然后以前我们是个虫子，然后现在我们变成高贵打引号的人类。但是现在就是认为说，其实你这个生物的一个变化，它是没有一个高级和低级的一个方向的，但它确实是会从简单往复杂这个方向会去演变，因为你一个复杂的东西没有简单的这些小模块没办法搭起来，然后所以其实它就是指的这样一个变化的一个过程。那为什么要从性的角度去看这件事儿？对，然后像演化生物学的话，它就分成2大支嘛，一大支是这个自然选择，就是达尔文写的这个物种起源，然后呢，剩下另外一个方向其实就是这个性选择因为性选择这个东西，它是没有办法你用这个纯粹的生存选择来理解的。就比如说就有一种丙眼蝇，它那个眼睛
就特别宽，就是它这个蝇类就是自己长就这么长，它眼睛可以有这么宽啊。然后，对，然后科学家就研究说，你为什么要长这么宽的一个眼睛？明显它其实是不利于你什么飞行啊、觅食啊。你这不是这眼睛都不知道看见什么，就前头都看不见了，是吧？对，然后万一给撞到截断了怎么办？但是呢，它还是演化出来了这样一个眼睛，然后就说哦，那可能是因为它的雌性非常喜欢你这种。眼柄宽眼，对对对，雌性还喜欢长得像ET 的俩眼儿飞两边的，对，就不同的物种的雌性，它真的这个偏好是完全不一样的。有一些可能甚至没有办法来理解。不同物种的雄性的爱好也不一样，比方说还有一些雄性喜欢女的脚特别小，然后女的就得裹小脚。这一种就是男性了。就我觉得对于这个动物世界来说，好像就我还没有看到就是哪一种动物。雄性动物要去改造这个雌性的一个外貌的，比如说你这里头讲了好多这个，就是雌性怎么选择他们的配偶，对吧？这个孔雀得在那儿叫，得展示它的羽毛，然后还有什么？有一种那叫什么虫来着？还得给雌性送礼物。那是对，很多虫子，很多虫子，比如屎壳郎，你必须得卷最大个的一大屎球。送给你的女朋友，然后你才能找到那个就是心仪的对象。这是贿赂啊，不是，这不是，这我都不知道该讲人类的，这是浪漫，那是动物的，那是昆虫的浪漫。对，而且有一些雌性它是会特地去选这个的，就比如说你进贡来的那个食物够不够大，你这个食物越大，我让你交配的这个时间就会更长一点，然后吃完了之后，你就被甩开了。他的书里边写到过好几种动物都有这种就是骗婚，我已经忘了是哪一种动物了。它有一种一看就是雄性，它有一些在颜色上把自己给混成叫伪装对，它伪装的像雌性，对，它看上去像雌性，这样它就会混到雌性的里面去，趁雌性不备，咵的一下就完成交配。然后这个应该叫为爱卧底是吗？就是他还为爱来改造了自己的一个生理的一个形态，而且其实这种他也很危险，因为他自己长得很像一个雌性，然后他卧底到这个雌性的群体中的时候，通常这里面还会有一些雄性，那这个雄性也有可能把它当成一个雌性，叫雄性在后，就是对，然后他写到说，就是他不由自主的会用人类的道德判断去判断动物，就是看到那种变装的去寻找雌性的那种雄性动物，他的第一感觉是鄙视和谴责的。那跟我相反，骗婚，我只感觉到敬佩，我觉得他完全是在借用人类的智慧。这他到底是人类像他们学习，还是他们像？是他们借用人类的智慧，因为这种就是各种的，我觉得各种的招数还是人类更聪明一些。是人类更聪明吗？像流苏玉这种的话，它其实是就你刚才说的这个那个变装的那个叫流苏玉，我想起来了，一种鸟，很漂亮的鸟，长着流苏的一种玉，那个鸟，鹬蚌相争的那个玉字。对，然后其实就是它长得像雌性，其实它是部分是受到它基因控制的。然后当时其实就对于我来说，一直在思考的这一个问题，如果说你就是由于你的基因，你就变得长得和这个雌性一样，它生出来就这样，它生出来就是这样，它没有得选，但是呢，它又有这个需求，那它难道就是被这个社会所淘汰的一种方式吗？他没有办法去抗争吗？所以就是这种行为，他的这个卧底的行为是交配完了就结束了是吗？对，它交配这个过程非常快，就可能像其他的雄性，它正常要求偶了以后，然后交配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它这种就是瞬间交配完了赶紧就要跑，你跑得不够快，就被逮住了。逮住了能怎么样？好危险！这难道不是一个高危吗？是一帮女鸟殴打那个男鸟吗？这个就我觉得男女殴打都有可能，混合双打应该是。这个听上去就像是在这个群体里面的弱势，他天生没有这种漂亮的羽毛，或者说去展示肌肉，对吧？他只能采取这么样一个方式，或者他们更聪明，更聪明。觉得我费那劲儿干嘛是吗？就是，对，我不排队，我插队，然后我假装。有可能啊，对，就是如果说他可以自己去选择，比如说我自己去选择让自己变得更聪明来赢得配偶，这种就是之前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研究，他就是研究那个鹦鹉，然后呢之前不是说就是你这个鹦鹉，比如说毛色比较好看，然后就雌性会很喜欢，人类也会更喜欢。是的，然后他们在这个就给这个一个雌性2个雄性选。然后呢，这个雌性一般就选这个羽毛长得好看或者怎么样的一个雄性。然后这个时候呢，研究人员就给这个没有被选择的
这个雄性开了一个小灶，然后就给它上了一个特训班，就是有一个盖子，盖子里面有个食物，然后他就教这个不被选中的雄性如何开这个盖子，哎，学会了之后再给放回去，然后呢让这个雌性哎从一个单向镜去看这2个雄性，然后那个曾经被选中的雄性，他就第一次见到这个盖子，根本不知道怎么打开。然后那个开了小灶的雄性，哎，1秒钟就给打开了，然后吃到了这个食物，哎，然后就很多的雌性在这个选择中就变心了，就觉得聪明，技能就意味着技能上岗，智力、智慧也是一种性感，这就是咱们说的智性恋嘛。这个对的，就是吸引雌性的，就动物的雌性的话，一个是外表好看，一个你靠头脑。技能上岗有智慧也会吸引到雌性，这不跟人一样吗？就跟人差不多。动物里面的外貌协会的相当多吧？雌性基本上都会或多或少都有一定的外貌协会。所以这不是人到现在咱们说有些人喜欢看屏幕上的这长得好看的，其实是一种动物的天性。然后我听他说的那个，比方说，如果雌性喜欢那个鸟的眼睛离得远，那个鸟眼睛就会越来越远。但是它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它可能经历了1亿年，才那个慢慢的眼睛就远了。但人类不是，人类非常简单粗暴。人类的男性如果喜欢女性走路特别窈窕，脚特别小，他们就直接要求女性裹脚，就是物理的上来就给你改变了。所以从这个例子上看，我倾向于同意他曾经说过，他研究完了这么多动物的求偶过程，最后说，在所有的动物里边，如果把人类也放进去的话，人类是相对更暴力的一种动物。然后，所以我就想，为什么人类生产出了那么复杂的社会秩序？比如我们的法律、我们的道德、我们的管理方式，可能人类也知道自己需要抑制一下自己的那个暴力因子吧。你是在看动物的时候一直想着人吗？就是咱们说那么多动物性，而且我看你里面鸟类比较多嘛，哺乳动物你研究的好像不是那么多，对吧？其实像性选择真的很多都是研究鸟的。为什么呢？哺乳动物是因为跟人太像了。就灵长类，比如说那个珍妮古德尔那些，不是从黑猩猩啊什么的来，对啊，那为什么我们不专看哺乳动物呢？就我觉得就是因为鸟类其实它那个展示的那些性的羽毛啊，然后或者说它的机关呀，它很漂亮，对，它唱歌啊、跳舞啊，它太显著了，太美了。所以很多其实是在研究它们的。然后像哺乳动物的话，就是它进化出那种非常绚丽的一些性结构，其实并不是特别常见。我有一个，刚才我听到我有一个困惑哈，我感觉动物世界里面一般都是雌性去选择雄性，对吧？就是雌性有这个挑选的这么一个倾向和权利，而这个人类社会，我怎么觉得您刚才说的就是女的在那儿使劲打扮？我会想起来，比如我在非洲草原上看到非洲象。非洲象是一个女性氏族，就是如果你看到一群大象在那儿走，是一个象家族，对，这个象家族里所有的成年象都是女的，她们是外祖母，然后一些什么女儿，然后那个有外孙有外孙女，当然那个外孙那个男象，他长成年了之后他就得走，他就不能跟家庭在一起，家庭只有女的在一起。然后有一个对，是的。然后你就看到一群在荒原上有一群的大象，一家族走过，然后过一会儿你就会看到一只孤独的大象，一个人在荒原上走，那个就是公象。任何大象家族不接纳男的在家族里边，男的只有在交配的时候，就是我们需要生小孩了。就要一个孤独的男象叫过来，大家看着顺眼就给叫过来，然后大家就会发生性关系，发生完了就女的怀孕生孩子，跟自己的家族在一起是女的的事儿，男的滚，又变成一个人走了。天哪！所以就你知道，在那种一望无际的非洲荒原上，你永远会看到一个像史前巨兽一样巨大的男性象，孤独一人的走，然后孤独一笑。唯一能陪伴他的是一种白色的小鸟。我听当地人说，可能那种白色的小鸟喜欢吃那个非洲大象身上的可能长出的一种小细菌什么的哈，所以它会有点寄生在那个非洲大象的身上。然后呢，你总是能看见一只孤独的大象在天地间一直走，然后它背上驮着一只白色的小鸟，就是那个场景又动人又
又可怜。我每次看见我都特别同情公象，就是他们怎么那么孤独？为什么那个家族不接纳他？那是孩子他爸呀，为什么不接纳？然后那个女性的大象有特别大的权利，但是再一想呢，她有权利也理所当然。你知道大象生孩子特别难，她们怀孕要怀2年，她怀孕就怀2年，然后她生下小象之后，这个小象的婴儿期是5年。就是5岁之内的象都算婴儿，日夜不停地喂奶、哺育、照料。如果母亲不勤加照料，这个婴儿的小象5岁之内随时会死掉。所以呢，其实一个象孩子特别不容易生，又特别不容易养，因此母亲的付出是巨大的。所以在象里边，就是妈说了算，女的说了算，但是在人类社会里边呢，虽然也是女的生孩子，女的养孩子，丧偶式育儿，但是男的说了算。对，而且有一些孤独的公象，它可能在那个发情期的时候，它会进入一种发狂的状态，然后这个状态其实是很危险的，它可能会冲进这个人类的村庄，然后毁坏这个良田，然后可能就会被人类给射杀。哦，但实际上我们能用人的这种感觉去揣度动物们，他觉得孤独也好什么也好，还是他们自己真有这感受吗？就其实我们来理解所有动物的情感，全部都是我揣测的。就比如说我们做这个动物实验，我觉得它在这个场景下，它因为感觉到了什么，所以做出了什么样的一个决定，那只是一个推测，因为它永远没有办法开口和你对话，没有办法告诉你说我此刻是这么想的，我此刻是这么感受的，然后你做的这个事情我觉得很不开心，它没有办法告诉你，这就不准确。比如说我有一次看到他写的那个。就是说，你们不是研究那个原鸡吗？原鸡是什么？原鸡是我们一般人看到的鸡的祖先野鸡，然后说其中有一只公鸡毛色特别漂亮，就好多雌鸡就是母鸡都喜欢它，结果那只鸡有一天被其他的雄鸡压死了。是嫉妒吗？对，那只鸡也跟人类差不多，就是一屁股坐在了那只鸡身上，是吗？那个场景其实就是我现在想起来都觉得。非常非常残暴，因为那只鸡是我最喜欢的一只鸡，它长得很漂亮。你看人也喜欢漂亮的一只鸡，然后我还有一张照片，是它碰巧和雄鸡有一样的审美。对，雌鸡也有一样的审美。对，我刚想问，我看见过一只你抱着原鸡的照片，就是那只被嫉妒的鸡给弄死的那只鸡吗？对那只鸡是很漂亮。对，然后其实我在1对1和它做实验的时候，它就经常在我的腿上身上睡觉，就很友好。然后呢，后来有一次，因为它不在这个实验里，所以它就要被放到那个全部都是公鸡的一个笼子。然后在那个笼子里面，这个社会就非常的险恶。比如说它自己不够强壮，就你光长得好看，在全是公鸡的场合，它是没有太大的作用的。它在那个情况下，其实它就被霸凌了。然后我当时就有一次，就是我在做实验。然后那个实验和它的笼子中隔了一个绿色的一个幕布，然后我当时就听到那个笼子有非常吵闹的一个声音，然后我就停下了我手中的实验，然后去看，然后就看到那一只鸡就冲到了我在的这个位置，然后它倒下了，然后它上面叠了5到6只公鸡。天哪！然后我赶紧就跑到它那个笼子里去把它救了，然后那个时候它就已经去世了，而且它是温热的。去世了。对，然后就在我的人的情感怀里，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这个事情非常的残暴，因为他们就可能是对他实施了一个性侵，也可能是在这个霸凌他，我就是要欺负你，我没有理由，我就是要欺负你，可能就因为你长得太好看了。不是，跟人类是一样的。我们其实很多周老师家里面最那个被老头老太太宠的那个小儿子，就会导致家孩子兄弟会导致其他的兄弟姐妹首先很团结，然后一致对他。哎呦，那不是很多呀！这个圣经里不就这样的吗？圣经里头这个亚伯拉罕约瑟把他给扔到沙漠里去了，是因为你格外的宠爱他，害死了他。哦，那也并不一定，因为其实这个事情离我做实验已经过去了1年。这个不会是无缘无故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和恨就我觉得人的一个宠爱，就有一次就是我在那边有见到一只鸡，它长得也不怎么样，而且它在过去的打斗中它瞎了一个眼睛，所以其实它的社会地位非常的低，它平时就只能待在树枝上，因为它一下地走，然后其他就会来打它。然后当时我就把它放到我的实验里面，然后它就不用和其他那些鸡共处一室，但是呢，它对母鸡其实就非常非常的残暴。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说啊，那你在你的生活中你遭受到了一个暴力，它是一只公鸡，它就是一一只公鸡只独眼的公鸡。对，但是你在面对一个在当时确实比你更弱小的一个异性的一个时候，你竟然选择了去领在人类很多见，这不就对吧是弱肉就是强食吗？对，然后你而且跟就是我们说为什么父母不要打孩子，就是他这是一个行为习得，都是往下欺负的嘛。我记得过去有一个国外的一个漫画家画了这么一个画儿，就是这个老板骂这个自己的员工，员工回家骂老婆，老婆骂孩子，然后孩子踢狗，然后狗出门正好遇到老板回来把老板咬了，就这样的一个故事嘛，就是这样的，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的。现在那个就是虐待动物、虐猫虐狗的那些人，其实是因为他们在成长过程中受欺负，是的，所以弱肉强食嘛，他拿更弱的发泄。就是一直被人残忍的对待，就会让一个人具有这种残忍的个性。有一种鸟，它这个父母就可能对孩子其实是进行了一种非常残酷的一个筛选。一个繁殖季，它可能会下2个蛋，然后它先下的那一个蛋啊，它如果孵出来了，它后面那个蛋它就根本就不孵了，它就根本就没有这个见到天日的一个。它就只需要有一只小崽儿就够了，是吗？对。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2它只都养育的资源不够，然后有的时候2个蛋它都孵出来了，然后这个老大，因为他这个年纪大一点，他也更强壮一些，他就会去欺负那个老二，然后父母也不会管，老大甚至会把这个老二给折磨死，或者说在这是一种什么鸟？它们是不是现在已经濒临灭绝？并没有，他们其实活得还挺好的。怎么了？你觉得这个鸟类不符合我们的道德观是吗？就是对，有点不够意思，听着。就是它非常自然的一个选择。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父母对孩子，他有时候并不是说是我的孩子我都亲，我是觉得哪个能够活下去，或者说叫更能传承我的基因，我才对他好。对，在那个猫和狗里边，比如我作为志愿者，我们也救助一些流浪动物，还有小奶猫、小奶狗，我们要去照顾一下。你会发现，就是有的是一窝，就是妈妈跟一窝在一起的，那个是妈妈还要它的。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单独的一只小奶猫，就是被很多情况下对已经遭遗弃了，已经被扔了，就是他妈不管它了，不要它了，然后你就觉得它特别可怜，你就去照顾它，照顾它，长着长着就没长多长时间，它就死了，它有病。妈妈早就知道它可以有病判断，这个是养不大的，所以它就被遗弃了。就是动物里边是有这种行为的。那实际上你说到人类，人类也有这种行为，就是在一个家庭里边，父母偏心眼、势利眼的多的是。就是这孩子有本事，有出息，然后爹妈就都高看这个孩子一眼。那个孩子没出息，所谓的没出息就比较弱，然后家长就不喜欢他，就冷落他。这种在很多家庭里面都是存在的。然后我们我觉得人类就又有一些更高一点的社会化的准则来校正。这是人类的一个优点，就是他知道自己什么东西不好，他自己就想办法校正。比如说，我们就会歌颂，我们不会歌颂父母那个对孩子不公平，我们一定歌颂的是父母要对孩子公平。就是那个孩子特别弱，他反而得到了父母更多的爱，这个是人类歌颂的。所以人类其实是在校正自己这样的习惯。您说的非常对，就是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人类就认为说这个道德只是人类有，动物没有。但是后来有的就是这个动物学家。像你的先辈们，他们就发现，其实动物之间也会有道德感，但是人类不太一样的是，人类的道德感产生还有一个高层次叫做自我反思，他就会通过这个反思来修正自己，而这个主要是靠人的语言完成的。我们语言的交流可以对人自己进行一个修正。动物可能也有道德感，但是它不会进行法律，不会进行这些东西的制约。那你看，如果放在人类的种族之间，他刚才说的那种动物训练孩子的残酷的方式，多么像古代的斯巴达人。就是所有的孩子不允许他接受母爱，不允许他接受温情。孩子们在成长期被集中到一起，给最残酷的那种体育和作战的训练，然后赢者胜出，弱的死去。这个种族不容任何的弱者。就是我们认为他们这么对待孩子，这么相互对待是不仁不义的行为，这是坏种族。但事实上，这个种族却当时很强大。然后旁边就是雅典人嘛，因为雅典人就更文明他有各种各样的道德有艺术。但是当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对垒的时候，
雅典人那个更好的、更文明的人，竟然打不过这帮特别残酷的训练出来的战士，然后我们就特别失望的说啊，这是丛林法则，竟然让那些家伙胜了。可是事实上，回过头来我们再一想，就是他当时赢了1、2场战争又怎样呢？他依然消失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而人类今天留下来的各种方面的文明遗产是雅典文明，不是斯巴达文明。所以从这个漫长的历史长河的延续来说，依然是文明胜利。因为雅典人最后还是强调我们每一个个体的这个力量，就是说一个弱者是如何战胜更强大的这个力量。我看你研究这个动物的时候，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如果你是揣着一颗想了解人性的心去研究动物，你会不会首先会不会觉得特别失望？就能让你学到一些动物的什么智慧吗？还是说我们只是看到了黑暗的，或者说以我们人的眼光说啊，比较残酷的一面？那你比如说像性选择，像生存选择，我像筛选这个会下蛋的母鸡，下的越多越好，你把它筛出来了，然后呢，那这个鸡就很成功了吗？它自己开心吗？就到底什么才是最终的一个落脚点？而后来我是发现说，人类的其实文明，人类的一个科技发展，不是说我就要去践行这种残酷的自然选择和性选择，我只让那些最引号优秀的人活下来，而是说我希望可以让每一个人都有机会活下来。如果说你生病了，那我去研发一种药啊，一种治疗方式，我让你活下来。如果说你没有办法正常的怀孕，那么我去研究这个辅助生殖，让那些本来没有办法生孩子的人，他也可以生孩子了。那很多人就说，那你为什么要把这些劣质的基因，就可能本来要被推下去摔死，你为什么要让它活下来？你这个人类的这个基因库会不会变得越来越差？但你要知道，人活着是为什么？是为了在一代一代选择中，不知道为了什么我就被筛选掉了，还是说我希望不管怎么样，我都有一个很好的生活着的一个权利？就是像你这里面说，就是进化论最早翻译到中国，不是也就是包括那个赫胥黎的那个，我们把它就是严复翻译成天演论嘛，是个演化，而且他的观点也是，因为他其实是对照中国当时一种存亡之际的这么一种状况，他其实在当中要学习弱者怎么生存下来，这个种子怎么被保护下来的一种智慧。对，就是我觉得他当时引进来是，就是我要怎么样的让中国变得更加的强大。那你在他看来，就你外面有很多外敌，然后你自己的科技又不行，那么可能你就这个你的整个文明就没有办法来保存。但其实它后面很容易演化成一种这个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甚至我进而变成了一个优生学，就是你要足够的优秀，你才有资格活下来。那你怎么来定义优秀？定义标准这个事情是强者来做的，强者定义了标准，然后按照这个标准来筛选，那些弱者他该如何来反抗这个标准？那你被犹太人被屠杀的时候，你凭什么在你那个标准下我就更劣势了？凭什么你就有理由来杀我呢？对呀，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实际上它定义了在动物的领域所谓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谁强谁就活下去，弱的就被吃掉，就被牺牲掉，这是动物演化的过程。但是后来这个动物演化的过程不知道为什么就被借用到了，解释成了人类可以这样生存和繁衍，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然后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的社会生活就会丛林法则哈，人类活着的地方如同一个丛林，然后就是你强你就得胜，你就活得好，因为你弱你就受欺负，你就活该。而我觉得人类的可爱之处就是我们发明出了一种理念，就是即使我什么都不会，我依然也有权利好好的活着，并且享受生活。我觉得这才是人类的文明的可爱之处。是不是鸟大部分的雄性在交配之前它得有窝？它得筑巢。有的时候是他们夫妻一起筑巢了，因为鸟其实它相对来说育雏这个事情比较公平，这个雌性它把这个蛋下出来了，然后大家是一起来孵的，因为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人在孵蛋，然后有一个人去觅食。但是像人不太一样，因为哺乳动物就是你这个生育基本上全部都是女性来承担的。为什么父爱相对于母爱要少那么多？因为对于这个雄性来说，他还真不知道谁是他的孩子。对，首先他不知道。这个是的，对父权的不确定性，人类也有。对，首先他不知道说叫做父权不确定性。男的就永远都有这疑惑，就是这孩子是我的吗？对，其实就是有这话嘛，就是
知道不知道，就是这个小孩是谁，知道不知道就只有妈。对，就对于很多动物来说，首先它根本就不知道交配和生育这个事情是有联系的。再一个，即使它知道了，它因为交配的这个时间和生产的这个时间，它有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间隔，那它其实根本就不能确定说这个雌性可能在之前的间隔里面，它和多个雄性都发生过了这个性关系，那这个孩子是谁的，它是不知道的。就是一出妈妈咪呀嘛，不是？虽然他不知道那个孩子是不是他的，但他也并不烦恼，因为那个傻鸟他根本就不知道交配跟生孩子有什么关系。对，但有一部分鸟，它就或者有一部分哺乳动物，它会比较残暴，就是有的时候它会知道那个孩子肯定不是你的。就比如说我到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地，哎，这里头有一个雌性，哎，它还带着一个孩子，那么我要把这个孩子给，对，我要把这个孩子给杀掉，要不然这个妈妈就老是在带孩子在哺乳，哎，它就不进入这一个新的繁殖周期，不愿意和我交配。重庆不刚出了一起，刚判完死刑吗？就是一个女的找对象，因为那个男的跟前妻有2个孩子，其实不归男的带，归前妻带。然后这个女的就说：“我不能容忍你有别人的孩子，你要想娶我，就必须把那2个孩子解决掉。”然后这个混账男的把2个自己的一双儿女举起来，从窗户扔下去，都摔死了。刚刚判了死刑。对，他刚才一说这种狮子的这种行为，我就忽然想起来那一对杀自己孩子的狗男女。但人类可能更因为是嫉妒心吧。哇，它这杀自己的孩子，就是在动物里面其实也没有特别的常见。所谓虎毒不食子嘛，不是？就是外来的那个狮子，不喜欢那个雌狮子有孩子，他去杀死孩子，而人类居然成了他去跟那雌狮子说：“把你的孩子杀死。”然后那个就把自己的孩子杀死。就是类似这样的行为，爸爸杀孩子。而且在小鼠里面，就如果说一个公鼠和一个怀孕的母鼠生活在一起，然后这个母鼠怀的还不是它的孩子，但是呢，他们一起就是度过了它这个怀孕啊生产的一个岁月，这个孩子生下来了，它其实是会帮着带的，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中，它也受到了一定的荷尔蒙的一个影响。就是公鼠受到了荷尔蒙的影响。对，就如果说它和这个母鼠其实是从怀孕这个过程就一直在一起的。所以听上去老鼠似乎比狮子更有爱。但狮子是我来了一个陌生领地，我知道它和我肯定是没有关系的。狮子的领地意识非常强，是吧？狮子一般是母狮子有一个领地，然后这个公狮子就是游荡，然后进入了一个领地。跟象一样，就都是在旁边守着，等着找工作。随时就是你叫我来，我立马我就可以上岗。可是我看那个《自私的基因》里面也就讲到，就是雌性其实也会看重雄性有没有领地这件事儿，是吗？对，很多的物种是会有的，有一些长得比较大的雄鱼，它就可以去找到一些很好的一个巢穴，然后这个巢穴它就吸引这个雌性进来产卵。然后呢，还会有一些就长得比较小的一个鱼，然后它就没有巢穴，它打不过那个比较大的，就有房子的和没房子的对，有豪宅的和没跟现在的情况好像啊。对，然后那个雌性就不和那个没有房子的交配，然后呢，那个没有房子的他也很想交配，他就守在那个有房子的雄性的巢穴外面，然后呢，等着这个一对鱼开始交配了，因为它是体外受精的，他就冲进去，然后排出自己的精子，然后歘再跑掉然后这好流氓啊！这能成功吗？这个可以成功，但是精子当然它是开放状态，所以说刘苏玉不就这样吗？对，所以就是说他们虽然可能不能知道这个它的交配和生育之间的关系，但是他有一个冲动，就是说我要去把我的这个精子或者卵子要延续下去，我的基因得延续下去，是这样是动物活着的目的吗？就我觉得就是他没您这想那么多，他就这么做了，因为好像是编码就是可以这么做。对，就像给了他一个毒品，就是你发生了这个性行为，然后你就会很爽，然后他就会不停的去做这个事情，但这个事情究竟有什么意义？就是交配这个事情有什么意义？所以或者比如您看我觉得这个您刚才是一代入哈，就是你认为这个就是他被编码了以后，他就不停去做这个性行为，你用了一个词是很爽，或许根本就没有。对，或许就是他只是要保证我一定要这个让这个种系繁衍。当然他也没想过要种系繁衍，其实是在他被造出来的时候，这个密码就写在这些生物的身体里了。就是万事都是为了一定要繁衍下去，这个真的是吗？就比如说他在射精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可能就有各种这个内啡肽呀、多巴胺啊的那种。
就我们这个是可以测出来，但它爽不爽、哦对这个事情可以测确实我们不能说。啊而且我们很多就对于高潮的定义，其实是我先来测了人，哎，然后这个人说他有高潮，然后我测他，哎，你的生理指数有什么变化，你的肌肉指数有什么变化，哎，让我再带入到说动物里也出现了这样一个风，我们推测它是有高潮的。但是爽不爽这个事情，就是他不开口，你就没有办法知道。还是认为说，就是性其实是给了一个奖赏，让他去做一件其实对于他当下并没有利益的事情。比如说你去吃东西，那我不吃我就要饿死了，所以吃这个东西是有直接的利益的。但交配这个东西是我把我的东西排出去了，它有什么意义呢？甚至是危险的。对，甚至是危险的。因为他要找到一个，必须要找到一个特别安全的地方，找的这个过程或许不那么安全，甚至我看他写的是有风险的。说有一种鸟，它就是它交配的时候，它是忘乎所以的。那时候猎人特别容易把它们打了，对的甚对的至徒手对就能抓到。他说，因为动物在交配的时候是最脆弱的，因为你专心在干这件事儿嘛，你浑然忘我的结果是你特别容易被别的动物和猎人给杀死。所以呢，就是交配的时候都要尽量隐匿。但是有一种鸟，那个雄鸟，只要它开始交配，它就会非常的忘情，还大声然后它就会大声的引吭高唱歌。他说，这个鸟交配就是自己最脆弱的时候，自己反而要大声歌唱，把自己暴露在危险当中。这个本来是一个不大明智的行为，但是所有的雌鸟就爱就喜欢那个雄鸟这个时候大声歌唱，所以我就想，这种鸟很符合人类的那个浪漫主义精神，对就是为是爱不顾一只一切啊，是一种浪漫的鸟是一。种浪漫人。又把这个东西投射过去，就我们又想到了各种什么卡门呀，什么各种各样的人类的浪漫故事。是啊，而且像其实有那个果蝇的话，它也是它整个交配过程它非常的漫长，它可能交配一动不动就要持续20分钟。那么比如说你在打苍蝇的时候，平时根本打不着，但如果说你看到2个果蝇，哎，它嵌合在一起了，那这个时候其实就可以把它打死了。哎呀，你这么一说，我又觉得下回再看看这种情况有点不忍心打了。情圣啊！说回到你刚才说的这个强和弱，其实我特别感兴趣这件事儿，就是这个动物界里面，其实真的是强的那个才能生存吗？就是弱的那个，它有办法，它的生存智慧是什么呢？其实我认为，就是所有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生物，其实都是在某一个方面强的，要不然它早就已经淹没在这个历史的长河里面，不会被我们看到。其实，在动物世界里面，雌性因为掌握了这个性资源和一个生育的一个资源，它对于雄性，我是来挑你的。它其实是更加强势的，但是在人类社会里面，男性对于女性的一个外貌选择，它会更强一些。那么在动物世界里面，这个雌性我可以自己去觅食，然后顺便的我还可以交配一下，还可以生一下孩子。动物界的独立女性对，它就相对来说比较独立。但是呢，你在这个人类的社会里面，其实越往后发展的时候，其实男性掌握了越多的一个社会资源，那么女性其实她很难。就是没有给他一个空间进入这个体系，他可能就一直在打零工。他出去工作的时候，其实非常容易遭到性骚扰和性侵，也不是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状态。你现在还是说的是人？哦，对，现在说的是人。那动物里头有性骚扰吗？那实在是太多了。有，我看到一个他们更没有你写的故事限制嘛。你写的一个故事都快让我笑死了。说那个，比如说鸡哈，然后那个公鸡就会去骚扰那个母鸡，然后那个母鸡它会有很多公鸡它不喜欢，它不想跟那些公鸡交配，它也有点像人的思路，它要找一个它特别熟悉和信赖的公鸡来帮它抗拒骚扰。我们姑且认为那公鸡是她男朋友或者是她爱人吧。对，得在这儿保护它。他找一只公鸡罩着。对，就是绕着自己。然后更可笑的是，这也很像人类，说那只公鸡经常靠不住，它不是因为在保护自己女朋友的过程中，忽然之间就去跟别的母鸡调情去了，还有一种极大的可能是因为贪嘴，它忽然就去吃东西去了，然后就置自己女朋友就跟猪八戒似的，无故，笑死我了。看见这个。对，所以其实就是说到底，这个雌性要保护自己不受这个性侵和性骚扰，还是要靠自己的一个力量。对，靠男朋友靠不住，男朋友老贪吃。对，而且有时候男朋友，比如说这个男朋友他发生一个这个什么婚内关系的一个性侵犯，那他也变得非常隐蔽。如果说你要靠他，那你怎么抵御他对你的一个侵犯呢？就是说他们俩是一对儿，但是还会被侵犯。对，这个很多，就比如说人类社会里面也是有，就是在一个婚姻里或者一段恋爱关系里面，但是此时此刻这个女性她并不想发生这个性行为，但是可能男性强迫她发生了，但是大家会觉得你这是一段亲密关系，所以可能没有。有认定。这个雌性动物要保护自己有什么招吗？
就是我觉得是其实比较受它生理条件的一个限制。就比如说在很多这个虫子里面，这个雌性它本身体积很大。那你体积很大的时候，这个雄性其实根本没有办法和你力量上进行抗衡。然后这个雌性甚至比如说有一些蜘蛛，这个雌性可能比这个雄性要大几十倍甚至几百倍。那就是我可以就是一边交配一边把你给吃掉。对，然后螳螂，你老实点，要不吃了你。对的，不是交配完了才吃就分不同的情形，因为交配完了以后，那个雄性就跑得很快，但是如果你它知道要被吃了对你一边交配，然后它的性器官还在里面在交配，天哪！对，那你这其实是一种非常不平等、非常暴力的一种这形式。但是呢，在有一些生物里面，就比如说这个雌性，它体型相对来说比较小。那么它就一个策略就是说，我要变得非常的机警，那就我方圆3米，一旦出现了个雄性，哎，我就退后，然后你要怎么样，我就跑，我跑得比你快，你就追不上我。对，我会想到我们接触过的一些刑事案件，就是某些类别的案子，比如下毒的案子，然后毕老师会说会是比较弱的人干的。我们说为什么这么说？他说强的人不用这种方式，比如说身高马大的一个男的，他直接就拿一刀子咣把你捅了。就是偷偷摸摸藏在那儿下点毒这种事儿，就是弱的干出来的。宫斗戏里特别多。就是你去看那个人，他也是符合，就是都是像您刚才说的这种哈，就是他心里得先有一个劲儿，你知道有什么样的人他能下得去这样的手，就是他首先他自己得具备这种能出手的这种心里攒了一些恨意，哎对，然后他又没有能力直接面对，然后呢又弱呢，他又不甘居下，于是他就会用这种出手的方式。咱们《孙子兵法》讲很多这个招数嘛，然后有一个就是国外的研究军事的，我看他说他自己第一次看这个《孙子兵法》，马上就联想到这是一个弱者的智慧，就是所有这些招都是当我的军队没那么多人。我的武器没有那么强，我该怎么办？什么瞒天过海心眼啊，以弱胜强啊，这就是弱者生存的方式。我看到他们研究鸭子，就是雌的鸭子被雄的鸭子骚扰，然后那个母鸭子不乐意的时候，他们有若干种面对方式有的是直面解决，就是母鸭子暴打鸭子还能暴打，居然还能暴打。一会儿你给解释解释，抽嘴巴，那只能是抽嘴巴。然后还有一种是比较那个隐晦的方式，就是它能关闭自己的性器官，母鸭子暂时关闭自己的性器官，让公鸭子没办法。对，这个就是正面来打的，一般就是个体比较强壮。因为之前我有一次在河边走，我就看到2个鸭子在扭打在一起，而且就是那个公的就一直是想从背后去上它，然后最后没有成功。然后还有就是这个母鸭子和公鸭子，其实它的那个生殖器就是长的那个形状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正着螺旋的，一个是逆着螺旋的。所以就是如果说母鸭子我不愿意来配合你，我不放松我的肌肉，不保持某一种姿势，你强行插，你可能插在一半你就卡住了，你插在一半卡住了，然后你射精了，那个精子它也基本上很难说游到那个有卵子的地方去，那就是你虽然说实现了某一种交配，但是你没有达到我不会给你生孩子的。对，但我听下去怎么感觉就是好像动物界里面这个雄性就一直想交配，而对于雌性来说没有这么大的吸引力，不想交配。是雌性都不想交配，还是它是这样一个状况吗？就基本上在很多的物种里面，雄性是展现出了更强烈的一个生殖的一个欲望，而且雌性有时候会有一些，比如说她怀孕了。比如说她在哺乳，她其实就不在这个交配的一个状态里面，但是雄性就是她也不用自己生，它其实在它这个可育期间，它只要有机会，它全部都可以交配。其实原本人类也是这样的，就是它那个性的驱力，它本来就是一个向外的攻击力嘛，它是比较雄性的一种攻击力嘛。那您看很多人类的行为解决他们的纠纷的时候，或者你也是从这个点开始看吗？我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回答您这问题哈，就是我们在学的时候，比如有的时候老师就说哈，比如你有的时候，你分析一个人的这个心理状态哈，比如他跟你说了一大堆，他描述他自己遇到的问题说了一大堆，你越听越觉得找不到思路，你就把他这个事情呢，把它简化版放在动物的身上，你一下就想明白了。怎么讲？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举个例子，一切都能从动物的身上找到根儿，我们只是把它增加了很多的细节，然后有了很多的说法，但其实都简单，就是动物其实差别并没有那么大。
您能举个例子吗？不能举例子，因为特别的比方说，有问题。我编一个类似的例子哈，比如他们要面对那个一家子打架的调解，然后那一家子的兄弟姐妹每个人都有一套理儿，我负责装修了，而他那天没来，什么这样的事儿的时候，每个人都有一堆道理。然后你要听他们一家子的叙述7个小时，这节目都录不完，最后你就不知道谁有理谁没理了，因为听上去每个人都很有理。你要陷入他们的是非里头，这个事儿永远纠缠不完，你就把他们所有的具体的是非都扔了，你就一想刚才他说过的那些，就是其中比如鸭子的父母以及很多的小鸭子在一起，他们是怎然么去后为什么就这个鸭子就特别的被认可，他就给它喂食，那个为什么就要饿死它？然后你再想它的那个家庭资源的配比，每天这主人就拿1盆鸭食来，你就知道了啊，他最终他的就是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孩子。可是人类社会又不能循着动物性去判这个案子，又不能去。你人又要求公平，就是你想他的时候，你想他是一个动物的故事哈，当然你说出来的时候，你把它说成人话不就得了吗？你明白了，但也不能按照他们的动物性的驱动的意愿去给他们这些资源，你还是按照人类社会的公平性进行分配。对呀，就外加了一个法律嘛，就是只有人类现在只能在动物面前显摆我有法。我还有道德，我还有道德，我们还有一套更高级的、更文明的规则。道德呀，在我们那儿就都是后面的东西，因为道德更高级嘛，就法律是道德的底线嘛。你先守住了底线，咱再说高级的。如果他连底线他都想突破，你就必须得跟他显摆，你是人吧？法对，哦，对了，对他们经常是这么说的，就是你别跟我说你那些道理，但是这个房子这几个孩子确实每个人都有公平的一份儿，但是其中一个孩子他赡养的更多啊，你们可都没管，所以他可以多分%几，这些是在法条里边写着的。道理先搁一边，感情搁一边，先说法律，你们得守法，你们先服了这个之后，咱们慢慢的再疏导，在情感上再疏导。我觉得这可能是他们的对人类的工作方式。所以像你的年纪虽然比较小，但是你看了这么多动物世界的事儿，你现在行走在人类社会，更有这个清澈的眼光看清楚什么关系吗？对，其实你是从对人类不满意去的哈，觉得动物是不是能更高尚、更单纯等等。实际上你进入了动物世界，你发现动物性也没有你以为的那么单纯、那么好、那么忠贞，实际上也乱七八糟的。就是你的内心对人的感受、对这个世界的感受有什么变化呢？首先，我没有办法来彻底理解动物，因为我没有办法和它来对话啊。然后，动物它自己可能也是有道德的，也是有文明的，但因为我不是你这个物种的，我也没有办法来理解你。然后再是就是看到的，就归根到底，人其实也就是一种动物，但是你要选择说你站在什么样的位置来理解自己。之前可能我就想，抛弃掉人，抛弃掉这个就回归到它一个动物性，回到文明之前的一个属性。但后来就是你想从研究动物了解人最原始的状态，最本能的状态。对，但是其实在这个破碎的一个状态中，其实我是越来越发现到，你人类社会其实是这个文明的可贵之处，就是我用文明、用脆弱来抵抗暴力。在动物世界里面，这种暴力就是太赤裸裸了，比如说性侵，然后可能在那个空间里面，公鸭子把母鸭子强奸了，有的时候就把它按在水里面，然后最后导致这个母鸭子窒息而亡。然后还有比如说像海豹，然后这个雄性可能是体型是雌性的2倍，然后呢它就直接压在这个雌性身上进行一个残暴的性交，然后这个雌性就也被压到窒息，就是有很多很残暴的事情。但确实我从人类社会里面，我看到我们的法律、我们的道德其实是在保护这一些弱者，而且我觉得我作为一个女性，就我现在行走在大街上，我是不太担心说像在动物世界里面走在路上，可能就突然出现了一个不法之徒，然后就一男的把你叼走了，得练练跑步。对，我必须要回到人类自身，其实是对于自我的一个认可。那我站到自我的一个角度来看的时候，其实是可以体会到人类社会中的一个爱。而且我也会更加的认可到说，其实产生爱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能力。但是如果我去研究动物，我其实是没有办法来研究爱的，因为我不是他们那一个动物。动物之间难道没有爱？我特别想判断，就是特别想知道，动物会有爱吧？他们之间肯定是会有他们的那种情感，但是就我作为一个人类，我说你们是有什么样的爱？你们有亲情，你们有爱情，这个东西是特别过了。解释。就比如说相互啄羽毛这种事儿。
这种就是他们关系很好嘛，就不能代表是我们人类所说的爱。就如果你把它定义成爱，其实就有一点定义过了。但是你说他们展现了一种友好的关系，就你可以做描述，他们在互相礼貌，就是你只能这么描述，对，你不能解释它是爱哈。我觉得我看到过一个那个动物的那个画面，我认为那个是爱，就是这个大迁徙的时候，如果这个比如假设这个牦牛群里面突然有了的比较多的，大概要超过几只的这个弱的，比如老的弱的，或者是有小牛，感觉太疲倦了，它跑不动了的话，整个的这个牛群就开始在同一个地方开始打旋儿。然后呢，特别强壮的牛在外圈打旋儿，然后呢中间留出一空位子让它们休息。然后其他的那些大牛就在外面这么不断的奔跑，用奔跑给他们制造屏障，就是消耗自己的体力，给伙伴提供地方，然后让他们休息来恢复体力。我当时都掉眼泪了。哎，您说到这个，我在非洲草原上也看到这样一幕，就是那个野牛群在那儿吃草，早上起来，结果就来了3只豹子。那豹子是食肉动物，它一定可以咬死那个食草动物嘛。我们当时就在旁边的一个车里看见的时候就是心揪到嗓子眼儿哈，然后骤然之间，那个野牛群就看见豹子来了，你就刚才的平静的水草丰美的荒原，一片狼烟，轰的一下就乱了，然后就烟尘乱飞，然后你就仔细一看，就发现那个牛群呀，它们居然是有序的，他们会有一批最强壮的，像是大公牛，最强壮的一批，啪的一下跑到前面站成一排，然后就比较小的那些乱七八糟的老弱病残就开始撤，就跑得狼烟滚滚，是那些人撤了，就再往后跑，然后就一排最壮的站在前头，面对着3只豹子，瞪着不动也不进攻，就一直站在那儿看着。我们当时就惊了，就看着，然后豹子也惊了，就看了一会儿，走了，扭头走了，没敢进攻。当时你知道你会有强烈的就是人类社会的那种感受，就是你要护持弱小，你要牺牲自己保护家人，而当你面对强敌的时候，你如果团结和足够团结和足够有勇气，竟然强敌会知难而退。其实，在攻击里其实也有一个比较类似的一个现象，就是它那个最头领的那个攻击，在遇到危险的时候，比如说你天空里有老鹰飞过啊，它就会发出一个警告。然后它其实发出警告的时候是暴露它的自己，然后它就更有可能被第六种给吃了。但是如果说它幸存下来了，那么它的声望就会增加，它就可以继续保持它这个非常头领的一个地位。但如果说你在面对危险的时候你不站出来，那你很有可能就被那个站出来的在这个下一次政治斗争中给干掉了。你是珍妮古德尔的粉丝吗？我就看过他的很多这个记录，就据说他每一次去演讲啊，他最后都要讲同一个故事，就有一只黑猩猩，他们管它的名字叫老人，因为这只猩猩呢，它是从小的时候，它的母亲是被人类打死的。就是饲养员被告知这只猩猩是恨人类的，它有可能，比如说你去喂食要很小心，它有可能会把你干掉。对，那么有一次这个饲养员进这个笼子的时候，他不小心摔了一跤呢，就是压了一只幼小的这个猩猩，使得有一只这个母猩猩就以为饲养员要伤害它的孩子，就冲过来，就要撕咬这个饲养员，就眼看着饲养员快完蛋了，结果是那只叫老人的那个猩猩，就大家都以为它恨人类的。过来把母亲都赶走，一直驱赶到这个饲养员可以安全的离开。就珍妮古德尔每次讲这个故事，他就说，我就看到了一个居然有跨种族的这种情感，跨种族的爱，他就觉得说，那这种爱让他特别的感动。不是跨种族，跨种系啊，跨物种了，跨物种了，对，跨物种，我觉得这个跨物种应该就是它这个行为，其实你把它解释成爱这个事情，就是带有了一个人类的一个解释在里面。就我会非常谨慎的用这个爱这个词，而且对于动物来说，人和动物，就是饲养员和他的动物之间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权力不平等的一个关系。然后，那对于这个动物来说，就是我的衣食住行，然后我生病了，我所有的事情，我其实都需要依赖这个饲养员。那么如果说我讨好了一下你，可能在我的之后的人生之中可以获得到很多的这个也是解释。
但他究竟是不是这样想的，其实你是没有办法知道的。所以就是最后我说为什么要回到人，因为其实人是可以理解人自己的，人是可以沟通的，你是可以知道说对方的一个动机是什么。爱是需要你非常强大，因为首先爱你是暴露了自己最脆弱的一面，只要你爱了，你就有软肋了。对还有一个就是说，我如果爱我的一个孩子，其实是我把我的一个外延扩展到了他的身上，那他如果受到了伤害，那我也会觉得好像甚至比我自己受到伤害可能更痛苦。所以很多人其实就是你需要足够的强大，你才能够去爱。如果说你不够强大，你这种爱很容易变成一种控制，那就是我不让你这个孩子去有一个自由。我觉得到了你们的领域了。是的，确实有这个说法。怎么讲？就是爱的不恰当就是控制，或者是剥削。剥削都有可能。您说的主要是在，比如就是最多见的哈，我们举最多见的啊，最不容易出问题的，就是父母说我爱着你啊，我打着我爱你的旗号，我其实要的是什么？其实要的是你得听我的，我为你好，后面基本上就是特别爱强调我为你好，我这是为了你好啊，后面多半说那你就应该听我的。但这个是体现了他刚才说的，因为父母不够强大。当然。怎么讲？因为我不强调，你或许就不知道了吧。但是其实孩子哪有人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爱自己的，知道的。但是很多，不确定的，或者是比如他小的时候，他和他自己的父母互动不好的，他就不确定，他觉得我如果不一直强调，我不是一直的在输出，他或许会忘记我是爱他的这件事儿。然后就会变得非常的控制，就是你要提出来一个合理的社交的距离，都不允许被认为，哎，这孩子长大了，他跟我不是一条心了。所以其实弱的父母，他或许是非常的爱你，他按他的说法哈，但是他没有办法尊重你。那谈恋爱呢也这样吗？对，爱侣之间更多见，更多见。对，更多见。比如，我们俩这么好，你这么爱我，你的手机的密码为什么不让我知道？这都是后来发明出来的跟爱有关系的控制的那个器具哈，听上去特别像工具。就是这些，就是比如你的密码让我知道这件事儿，是我控制你的工具，是我的一小钩子。就有一个人突然特别义正辞严地说：“你不给我看你的手机，你就是不爱我。”你觉不觉得你被勾了一下？对啊，那然后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呢？你假装没听见，装聋。你跟他说我有一个问题叫做选择性失聪。因为就这个话题，你说任何的一句话，你只要开始往下说，因为说就是人类就开始交流了嘛，这也是我们可以跟动物显摆的哈。我们可以说那么复杂呀，但是表达的意思其实还是就那几样，吃、睡什么就是这些嘛，对吧？但是人类用语言的这种小钩子，那可以实施很多的控制。对，我们往往就很困惑，说你看那个当事人讲的很有道理，我是真的爱他，我是真的对他好，可是他现在却这么对我。就是每当这么说的时候，毕老师他们这种研究心理学的人就会说，就是你根本就你不够大，你不够爱，就是你有那么多爱吗？你爱得起吗？如果你真的足够大，你真的有那么多爱的时候，你再去爱，那个爱真的爱是白给的，就是我对你好，所以你就得领情，你就得听我的，就得怎么着。这个不叫爱，这个叫放债。你对人家好，你就是放债，然后回头你就要讨债。我不能是我给你的爱是有代价的。那怎么爱怎么可以有代价？我给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这现在经常遇到的一个讨论的哈，俩人结婚了，家里的钱当然也一定要注意的措辞，当然要女的管。啊，这是当事人的叙述，女的当然对是吧？当然呀，我说为什么呢？为什么他的钱在他的工资在你那儿呢？我们俩都结婚了，当然他的钱得在我手里，当然。我说，所以他跟你结婚之前，他知道你以后会剥夺他的劳动成果吗？剥夺他的劳动成果，你想吧，你如果换成了这样的说，就所有的人都不能接受了，对吗？对。但是呢，如果他说，那以后咱俩结婚了，你的钱可得我管，那为什么你就答应了呢？他其实是在剥夺你的劳动成果呀。或者从那一方的角度，我在向你示爱，就是觉得我让渡我的自由，让渡我的劳动成果，在向你示爱。就是可以分享财物，因为我们现在是财务社会嘛，就是可以分享财物是一种对对方的一种这个高度的赞同。就我得屎壳郎送屎球，对，我就送屎球呢。就是说，但是那个屎球是我自己滚完了以后，我心甘情愿
给你的，是我在滚的时候，我就说我打着他的名义来滚这个屎球，对吗？可是哪有几个男人在工作的时候是说我是为了他，可以攥着我的工资折，我去挣的这个钱呀？每天拼死拼活。关键是很多的女性，她是管了钱了以后，你没有权利问，你不可以随便再花这钱。就是如果你想拿出来一次性拿出来1万块钱，给你妈妈回去看病，那是不可以的，两人会吵架。就是你答应你妈要给她1万块钱的时候，你问过我吗？对，这个就很常见，因为有的就说这是一个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你在花1分钱的时候，这里面有我的半分钱，那你需要征得我的同意，但其实是剥夺了双方的一个权利。如果你对人家好，是放债，回头人家还得还债，那你就是爱不起，你这个就不是真的爱，你就没有足够多的爱。如果你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爱，白给的爱是白给的。如果你没有足够多的爱，给不起的话，以后就别给了。对，这是一不要道理在给完了还要收回来。对，这是在人类关系中的状况。其实他说到的就不够爱，总是要放债，往往是弱的表现。在动物里边，它就弱的人才这样呢。我也会想到，比如说在人类的很多著名的事件中，女的会控诉说这男的跟我谈恋爱谈了7年，谈了8年，谈了9年，后来他跟我分手了，所以我必须得咬死他。因为他太坏了，他坑死我了。这是现在我不什么渣男之类的。但实际上从理论上说，只要没结婚，只要是谈恋爱，是可以分手的。分手不意味着那个人败坏。可事实上，你又再想，如果还原到我们的动物处境上说，就是女性的，就是生育成本嘛。就是如果拖特别多年，他就很难，比如说再结婚，或者结婚什么生孩子，或者什么都被耽误了，觉得自己的青春都回到生物那儿，他又被耽误了，所以他的愤怒又有理了。就是弱嘛，就是弱者就容易有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特别爱标榜自己比动物强，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你要进化一些。你要怎么样的就是消除你的动物性对你的影响，比如对你高级的这部分的影响，你在分手的时候你不要过度的强调你自己的动物性。对，而且我觉得其实就是你自己选择在什么时候，就是女性其实是可以自己选择在什么时候是的，你可以停止对，你可以先于他提分手。对，就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对自己的身体的一个性自主权和生育自主权的一个选择。男性其实他是没有办法来控制说我什么时候要生育的，因为子宫不长在他身上。然后所以就我觉得就是在回到动物里面，然后我就发现其实很多的雌性它是有一个主动权的，我想交配我就交配了，然后我想生孩子我就生孩子了。但对于雄性来说，就是生孩子和交配这个事情都变得非常的不确定和虚无。然后当时我就发现说，总是在交配的就是那几只公鸡，然后每一次就是一有母鸡上来，它就过来交配，然后你就发现，你就以为说交配在这个鸡群里面是非常繁荣的一件事情，但是其实就是限制在那几只鸡里面，然后就是活跃性低。对，它就少，是吧？对，而且就是像人类，而人类用了很多非常道德的词汇，比方说它特别淫荡。你们学术的观点说活跃性高，活跃性低。对。是。我以为我这么说不会被您发现了，这被发现了，我还挺文明的我。就我觉得人类社会里面对渣男的一个定义和我们那些公鸡里面的渣鸡真的就很像，因为可能是有一部分的男性，他这些渣鸡他们是更短命吗？这个就是目前的观测来说，它的确是，就是你消耗的越多，它可能这个身体的消瘦和虚脱就特别快。所以有一种那是一样的。对，您知道您刚才说的那种又弱，然后还幸福度又高的那种，多半都死在就被母鸡手刃了。对，有一种小的那个啮齿类的一个动物叫宽足带渠，然后它就是有一个在繁殖季里面，这个雄性会不停的去交配，交配完之后，它这个免疫系统就崩溃了，所以它就只能活一个繁殖季，交配完就死掉了。就交配是很伤身体的。就看我们对于目的的这一个定义，但是它就只生存1年，但是它的这个雌性它就可以生存很多个季，拥有很多个不同的。有点像蜂王那种感觉，是吧？它是工蜂，那是它的工作。所以很多的动物，你说有的也是就无性的在生活，
好像我们之前还聊了一个话题，你说好多90后现在也是这么生活的，我还特别惊讶啊。对，就我看有一些社会学的一个研究，就是调研说，在同一个年龄段，然后分析这个00后、90后，然后80后、70后、60后等等，然后发现其实同一年龄段里面，越往后的一个时代，其实它对于性生活这个需求其实会更少一些，它性活跃度更下降。就我觉得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对吗？对，但我们控制你们不是说一代更更比一代强吗？但我以为你们应该选择更多、更自由。对，选择更多，所以就是性并不是一个生活的全部，爱情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家庭也并不是生活的全部。其实可以从其他的很多方面来寻找到自己一个成就感和一个意义感。就是说，跟动物相比，人更考虑我这辈子活得怎么样，更复杂吧，就是他要享受的、要关注的东西更多、更复杂。对，他不需要在这一件事上过于较劲儿。那他们的情感依托从哪儿找呢？啊，我现在不是他们，你们。就我觉得情感这一件事情，情感它不一定意味着爱情。就是你更广义上的你这种爱，你亲人之间的爱，朋友之间的爱，然后这个伴侣之间的爱，其实都是你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也就是说，性和感情是可以分开的。是的。也就是说，现在你知道，现在有一个他们这个时代，特别爱讨论的命题，就是男女之间到底是不是能成纯朋友？能吗？当然，我肯定是能，我试过呀。张老师也能，那我也能。我也有纯朋友，不是，但是他听上去讨论的就是你不能了。不是，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可是他把它当做一个普遍现象来说，对吗？就是从比较多的文献来看说，女性在性生活这一个过程中，其实她得到的满意度是比男性要低的。可能在过去的时候，就是很多女性会觉得自己有义务在一段情感关系里面或者婚姻关系里面来发生这个性行为，但可能越往后，其实会说，如果我享受这个性关系，然后我才去发生这个性关系。如果说我不享受，那我就。你的意思是说，90后或者说更年轻一些的，如果这个活跃度不高，是因为这个当中的女性不想被选择了？就是可能她并不觉得这一个过程是一个，就是她觉得很愉悦的一个过程。就是以前还真不没有是这个不是这个结论。因为我在做这个婚姻咨询的时候，有很多现在真多呀，无性婚姻好多呀。而且年份都相当长。2、3年的这个都不算什么。最多的原因是因为压力高。工作压力，生存压力高。就还真不一定是工作。给您讲一典型的事儿哈，就是这个男的他不工作，家里边是女的工作，然后呢，他们是跟这个女的的家人生活在一起。他说就单纯跟他家人相处，每天锦衣玉食，可是单纯跟他家人相处就剥夺了我所有的欲望，耗尽了全部的能量，一种疲累，这也是一种生存压力。然后呢，因为对他的父母没有好感，进而大大的剥夺了他对这个女的的爱意。所以他说我一天在家里玩游戏，我还挺高兴的。我要戴上耳机，我就听不见外面的声音。然后我一直对着墙，我也看不见什么人。但是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想起我们原来是跟他的父母在一起。于是他说我老婆什么罪过都没有，对我很好，但是就是打不起精神来。我觉得这种就算是精神压力，就是代表的现在的这种生存压力。已经不再是我们过去，比如是因为上夜班，比如上夜班对不上时间，我们的父母会因为上夜班对不上时间，然后工作时间大概超过12个小时，然后非常疲累，那都已经是就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大部分的人都还生活挺安逸的。如果从财务的角度上来说，压力更多的是精神方面的，不和谐的人际关系是占非常大的一部分。比如2个人多少年，就是说互相之间没什么话，然后会有人非常堂而皇之的跟我们说，我们没有什么婚内的交流，想聊天找朋友。那为什么还在一起呢？在一起呢有很多各种原因。现在有很多，比如有钱的人不离婚的原因，我给您说一个。不想让自己所拥有的财富降级。对，财产分走了嘛。就是原本我是亿万富翁，
我一离婚我就变成千万富翁了。就像比尔盖茨一离婚，他老婆就成了第一个女首富。只有默多克同志是多么的勇猛啊！离无数次婚，财产不断的被稀释，还在一直结，对，都得有100来岁了吧，还在结婚不是谈恋爱90多岁，现在对啊，不是说最近又要结婚，后来又不结。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就是像你选的这个专业非常的冷门啊，现在好多就是年轻人不知道自己该选什么专业，然后也或者找工作各方面觉得特别卷。你是为了避免卷选了一个冷门专业吗？就我觉得，就是我算是很幸运的，其实我一直在从心所欲的在选这些东西。就我本科的时候对这个女性主义很感兴趣，对婚姻制度很感兴趣，然后对动物的出轨行为也很感兴趣。然后其实就是这一个学科是集合了我想学的所有的东西在里面，然后当时就也没有考虑什么就业的问题，虽然说后面确实展现出来了非常严重的是找不到工作了，是找不到工作，对，但是我觉得就整个过程非常的有意思，就我是可以做一些，就这些东西它没有什么用处，但是它是在探索人类的知识的极限。那你们这专业人多吗？专业不多，因为它没有什么用处。对，我们那个专业读着读着就没有了啊。对，我们之前就我进去的时候是一个动物学的一个专业，然后在我毕业的那一年，它就变成了和植物学合并成了一个生物系。你们也是弱肉强食的专业选择。所以人类真是一群实用主义者哈。但是其实他学的这个，你说他没用吗？我觉得他看见了好多人性和这个世界运转的底层逻辑。哎呀，无用之用嘛，就是在这些。我可以把我自己带入大可，就是比如他从开始进入这个领域的时候是对人类不满意，然后他想从动物身上寻找特别多美好的东西，可是他又没找着，发现动物也乱七八糟。其实很多人类有的问题，动物也有。比如我也对人类不满意，我救助流浪动物。我在我们做救助的人里边有一个说法，说你跟猫狗相处的越久，你越不喜欢人类。其实这是一个很危险的倾向哈。说它动物单纯啊，它的爱特别无条件，而不像人类那么复杂。写了这本书，我看完了之后，听他讲，了解了动物之后，我觉得我反而就非常的释然了。就是我没那么烦人类的一些问题了。比方说哈，我看到一个这个女的拼命的跟男的，这是我们经常碰到这种案子啊，非得让男的给买房，不给买房我就不结婚。一家子女的跟男的要房，最后逼得这男的买不起房，最后这男的就出去什么骗去了哈，就去怎么着了？就这是我们的案件里边会碰到的。这种时候我们是非常愤怒和厌恶那个就是女的跟男的要房这件事情的啊。然后我听他讲完了动物的筑巢，我发现其实两类的态度在动物里都存在，就是有的是必须由雄性动物搭好了一个巢，然后那个雌性动物才跟它交配和在那里面生孩子、养育孩子。所以非得要房这件事儿，似乎也是我们动物性里边的一个组成部分，有依据，对，有依据的。我们天性里边是存在这种可能性的。但是另外一些动物，它们都是雌的和雄的一起筑一个巢，他们俩决定在一起好的时候，他们就会一起筑一个巢，一起住进去。好，这就是我们人类中的另外一种选择，是我们更喜欢的一种选择，就是男孩子女孩子因为相爱，他们就决定共同奋斗，努力建造一个家，就是置办一个婚后的财产。所以实际上呢，当我听完了动物的这些不同的可能性之后，我就知道人类作为动物，我们的天性里也存着不同的可能性。因此，在我赞赏小两口共同奋斗的时候，我没有那么厌恶那个女的要一个房这事儿了。但动物里有没有问上一代要一个房子的？没有，绝对没有。对，所以呢，如果我作为一个人类中心主义者，我为什么觉得人类还多少有点好？哈，它的好是好在哪儿呢？是因为他会反省自己，他知道什么东西可能不太好，然后他产生出了一套文明。这个文明其实就是对自己不好的校正。比如对自己暴力的校正，对自己自私的校正等等，我们是有一点校正的，就是我们不能做到特别特别好，但是我们歌颂特别特别的好。我们知道那个特别好是什么，我们也希望自己能成为那样，就是知道好歹。对，就知道知好歹，明是非，知好歹，这是教化的结果，就是社会化嘛，就是人类特有的那个就是社会性的那一部分嘛。然后你因为这样，你就知廉耻。
这就是对连在一起。所以我就说我因为了解动物而增加了对人类的不好的宽容度，然后同时生出了对人类可以产生出一套就是文明教化，而觉得还不错，就是我们还不错，而同时呢又会想到就是这个社会文明教化过度发达之后呢，是不是有的时候会妨碍我们人类的作为动物性的本能？比方说，就是在你没有那么复杂的社会运作的时候，你稀里马虎的就都生了好多孩子。然后，当今天我们这个社会文明越来越发达、越来越复杂的时候，年轻一代懒得生孩子。哎呦，这个特别严重，就是人家就是有的就说，现在我们跟原始的猎人相比，好多东西都退化了。我们的嗅觉啊，他说原始猎人啊，他跟动物们一起的时候，他可以闻到恐惧。我们的直觉啊，就身为人的这种动物性的直觉，其实都是在退化。我们的精子也在退化，就是从40年前到现在，那个什么精子的一个这个浓度啊，然后速度啊，什么都有一个下降。我还问过毕老师呢，我说我怎么觉得我的下意识直觉能力不太强呢？毕老师就说，你的社会化过度了，你的社会训练完真的太好了，你把那个给隐蔽了，你的动物性被压抑了。对，就是本来从本能上说，你应该能嗅到危险，然后你跳起来就要作战。但是作为人类，我们经过长期的训练，我们说我祈祷世界和平，人和人之间相亲相爱。不，我们永远不能对别人怎样怎样。后来那部分就把我们的直觉要跳起来作战的那部分给消解掉了。比如我们原本可以凭味道就知道这个人，我跟他交配是不是合适，结果现在没戏了。结果有了香水就现在没戏了。然后香水是伪的，它因为它不是真的，我们有感而发的嘛。它那个闻出来的味道是我们的有感而发呀。但是人类的可笑和狡诈在于呢，我们经常在这个两者之间投机。就是当我想要社会规则的保护的时候，我们就说：难道这个社会没有法律吗？难道我们的道德不是这么说的吗？你们为什么不这样执行？你们为什么？哎，这是他需要社会化的时候了啊，他就变成了一个社会规则的文明人儿。然后等到他明天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误的时候，他就说这很自然，因为我们是动物啊，这是动物性。所以我每次一看到这个说法的时候，就想，您在用动物性替自己辩解的时候，您以后被人打了不许报警啊！你强调的可是动物，哎，那可就是弱肉强食，那可就是没有道德谴责，就是没有法律保护你。我看那个动物学界好像有那么2句话，可能跟您这个说的还挺呼应的，就叫做不要忘记，动物虽然不是人，但人是动物。第2句叫做人对人是狼。哎，就是大可，我之前看你好像还有一段，你就说到说，你觉得观测这个动物之间的行为，你觉得性对于女性是不是一种，或者说对于雌性来说是一种惩罚？就它老处于一个被侵害的这么一个状态当中。就在人类社会里面，就可能很多女性，我要生孩子，并不是说我想生了，而是可能我没有想清楚就生了，可能是我的家人、我的爸妈，然后丈夫，或者说周围影响因素特别多。年限也比动物也不一样啊。我们是到某一个年纪你可能不能生了，但动物是它好像生育周期比较长。动物主要是它活得太短了，就它还没有过这个繁殖期，它基本上都挂掉了。但是人活得实在是太长了。但其实人的这个，也就是说，能控制生育，实际上是那个雌性的权力大不大的一个重要标志。对，这是一个权力够不够强大？对，怪不得在100多年前，人类发明了避孕药。其实是人类女性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对，因为如果说你没有这个避孕药，然后呢，你又过早的进入到了婚姻，你就不停的在怀孕生子这个过程，那首先你面临非常大的一个医疗上的一个风险，再是你其实是没有办法来完整的发展你的一个职业的，不停的在这个怀孕和哺乳。现在就有了这个避孕药之后，其实女性的一个生育权才和这个性行为给剥离出来，她才可以控制自己的一个身体，就是我想生的时候。我去生，那这动物界没有避孕药，那这雌性怎么拒绝，怎么选择呢？啊，他就不交配。就我之前看有一个北极熊，然后呢，他就是经常容易这个受到一个性骚扰，然后呢，他自己又带着孩子，然后他就避开那些很多雄性去吃饭的那一条河。我宁愿自己饿一点，但是我要避开这些雄性，只要看不见雄性，我就不用交配。我一直在疑惑，动物到底有没有智力和情感？
智力肯定是有的，因为我们对于这个智力的一个定义就是说，比如说你遇到危险你应该怎么做，然后你遇到一个选择你应该怎么做是更符合你的利益的。就这些东西，如果说你没有一个智力的话，那你如何来做出这些应对呢？所以智力它一定是有的。至于情感，你能观察到他们之间的非常友好的行为，比如说同类互相帮助、互相救，甚至不同类，比如说一个狗狗、一个猫猫跟它的主人有那个特别亲近的那种，就是我们知道这样的行为是有的，但是我们不敢用人类的词儿去说。去解释说它这个是爱，它这个是什么？人类和动物都共同有一个象群性，就是群居类的动物，它有象群性。象群性它是会为了要增加彼此之间的这个团结度，然后有一些施予的这些行为，有一些利他的行为，人类也有。就是人类老讲究团结嘛，我们要团结，我们为了群体要怎么样嘛，这个跟动物的那个象群性是一样的。而且其实就是我在面对动物的时候，我经常会有一种罪恶感。比如说我养一个宠物，我很爱它，但是就是它没有办法自己独立的生存，它需要依赖我。那有的时候，比如说我不在，或者说我就愿意给它吃这一种猫粮、狗粮，然后等等的影响到了它的一个行为。那它是没有办法来反抗的。然后如果它被它的主人遗弃了，它也是没有办法来反抗的。然后如果说比如说我在做这个动物实验，那么这一些动物它也没有说我自愿来当你这个志愿者，然后让你来把这些操作施加在我的身上。那么在这个中间，为什么你选择我用动物来做，而不是用人来做？因为你认为人的生命比动物的生命更高贵。那么其实你们就不是一个平等的一个他者。所以我在面对动物的时候，总会觉得其实很愧疚，就是我说我多么的爱你，我把自己描述的多么的伟大，但是其实它还是一种奴役行为。但是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其实这是人类的四大，是所有的动物他们都知道真相，他们团结起来，然后隐瞒了人类，因为人类是最弱小的。老鼠什么的都相当厉害，就是我们难道不是被照顾的吗？对，面对动物，大家陪你玩太多了，但我还也是有可能的。对，您那是一种哲学思考，但我还是非常理解、共情大可的这种感受，因为我面对动物的时候，尤其是那些流浪猫狗的时候，我心里最常浮起的一句话就是“生而为人，我很抱歉”，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对动物做了什么。对弱小的动物做了什么？比如对猫狗，我们做了什么？我们为了人类的经济利益，我们人为的繁殖它们，买卖它们，抛弃它们，杀死它们。就是我们确实是做了很多非常糟糕的事情，所以我面对动物确实是非常愧疚的。而也所幸就是人类还知是非懂廉耻，就是人类还在不断的自我教育和相互教育，说这样是不对的。就是我们应该尊重生命，我们应该对生命好。